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皮。很久之前就曾经说过，小仓手里最强的6只宝可梦，那么今天就来 log 一下他收服过的所有宝可梦吧。1. 卡蒂狗，卡蒂狗是小次郎小时候就收服的。小次郎讨厌上流社会刻板的礼节，而当时他唯一的朋友就是卡蒂狗了。小次郎一般称呼他为小卡，因为是富豪里家宝可梦。卡蒂狗有一个超级豪华的狗窝，这狗窝是小刚家的100倍大，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！在5亿47集中，小次郎被父母骗回家，鲁北家将小次郎关在地窖，打算调教他。卡蒂狗则冲了过来，将小次郎救出，然后有小智的皮卡丘一起打败了鲁北家的霸王花。在本季最后，小次郎拜托小卡照顾父母，并重归火箭队。之后，在第一批151集中，小卡再次出场，这次他在滨海市的一栋别墅里，他穿上了小次郎的便装，这让管家认出了小次郎，并再次联系鲁北家。和之前剧情类似，小卡再一次阻止了鲁北家。在本季最后，小次郎被打飞时向小卡道别，让他好好的生活。很多人都可能要问，为啥小次郎不将小卡带在自己的身边呢？我想卡蒂狗毕竟也是过惯了豪宅生活了，如果让小卡跟着小次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小次郎肯定是不忍心的。双奈瓦斯在5亿第2集中，当时还是瓦斯蛋的他正式登场，他武藏的阿伯蛇破坏了长津市的宝可梦中心，小小等人一度拿他们没辙。后来在皮卡丘超强版的电击下，火箭队被打败了。也正是因为皮卡丘这次的亮眼表现，让武藏和小次郎执着于要抓到皮蛇。在5亿31集中，在小次郎和武藏强忍可见下，他和阿伯蛇一起进化成双大瓦斯和阿伯怪。但据喵喵所说，其实就是等级到了，双大瓦斯的战斗力并不强，大多数的时候都会被皮蛇暴走。在整个5亿里面，它最大作用就是释放烟雾，掩护小次郎等人逃跑了。在1季第6集中，火箭队发现了一些被宝可梦猎人阿龙偷偷捕获的阿伯蛇和瓦斯蛋。双大瓦斯和阿伯怪看到这些被捉的同伴，感到非常伤心，于是火箭队决定将他们全部救出来。但是双方实力上差距却是不可逆的。当阿能的沙吉拉进化成班吉拉后，武藏和小次郎自知他们不是班吉拉对手，于是两人含泪让双大瓦斯和阿伯怪带着瓦斯蛋和阿伯蛇离开，自己则当作肉盾阻止班吉拉前进。而之后双大瓦斯就再也没有在动画中出现过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加勒海地区中出现了双大瓦斯的亚种，希望小次郎到时候收服一只吧。3. 大石花，大石花首次登场于5亿第56集，小次郎提到他将口袋花寄放到培育屋里，而那个培育屋是亚马多和小桑兰开的。等小次郎找到他时，他已经进化成大石花了。大石花经常会在小次郎将其放出来的时候咬住了小次郎的头，这是他的习性。不过在5亿116集中，大石花甚至还想吃掉触动泥，这自然就让大石花尝到了苦头。在5亿262集中，小次郎在武藏和喵喵的强迫下，让他与女王大叔口袋花做交换。小次郎非常不舍，甚至还哭了出来，但还是没有交换了。而这次交换，双方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。最后女王大叔口袋花进化后，由于非常喜欢咬武藏，且武藏将其抛弃。另一边，女王大叔一样也将小次郎大石花抛弃了。最后这2只宝可梦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从此再没有在动画中出现过。当时我看这集的时候都有点生武藏气，小次郎多那么求他了。在1季47集中，小次郎想收服一只口袋花，可能是为弥补自己当初没有留下大石花的遗憾吧。4. 沙波赖雅，沙波赖雅在1季第6集中登场，他使用飞弹针，最后被大阵风追赶了火箭队。小次郎送给他一袋饼干作为谢礼。在本季最后，沙波赖雅就成为小次郎宝可梦。沙波赖雅非常喜欢小次郎，每次出来后都会首先抱住小次郎，但是因为身上都是刺，所以每次都让小次郎很痛苦。另外他的潜力巨大，被神奥地区草系道馆主蔡种看上。第53集中，由于沙波赖雅想要学会吸收拳，而以自己的能力无法让其学会，于是最后为了让沙波赖雅变强，小次郎忍痛将其放到蔡种那边修炼。在第100集，从劲敌阿修的口中可以知道，小次郎沙波赖雅已经成功学会吸收拳了，而且还很厉害的。5. 风铃泥，在1季84集中，小次郎惊奇地发现一只野生的风铃泥，因为不想再有小时候的遗憾，小次郎直接请求他成为自己的宝可梦，而风铃泥竟然直接答应了。他非常喜欢小次郎，但和那些草系宝可梦相比，表达方式就要温和得多了。他仅仅是用自己的尾巴围住小次郎的眼睛，跟小次郎其他宝可梦也不一样。风铃泥基本不参与战斗，主要是小次郎舍不得，
当武藏让他使用舍人春光的时候，小次郎会很担心。不过作战也是少数的，大部分的时候风鸣就是用自己的生意来治愈火箭队。在一第146集中，他因为大病初愈，而小次郎又必须离开，于是小次郎只好将其留在了金皇室的别墅中。之后风妮妮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6. 魔妮妮。魔妮妮在 A 集146集中登场，她原本是金王树别墅里的老人夫妇饲养的。当看到小次郎和风妮妮分别的伤心样子，她主动进入了小次郎的空气地球中，之后便一直跟着小次郎旅行。跟风妮妮一样，魔妮妮也不属于擅长战斗类型，她很喜欢模仿其他人的动作，因为这点，她经常被武藏借去参加华莱大赛。这一件事，虽然魔妮妮不常战斗，但是其技能摇晃舞却相当 bug，曾经数次让小智一伙的宝可梦中招，短时间内无法使用技能。可惜小桑不会灵活用这点啊。7. 金阿努。金阿努在 DP 第2集中登场，小桑来到神奥地区的一处别墅里，发现了装着金阿努的精灵球。小桑回忆是小时候在湿地里面收服的，之后便一直没有拿出来过。所以这10多年里，金阿努不吃不喝能活这么久，真是厉害。金阿努跟小次郎收服了其他草系宝可梦一样，基本上每次出现都会咬小次郎。同样的，小次郎与金阿努之间的羁绊也相当深。在 DP 111集中，因为众人被困在地下，而这里又即将发生爆炸，金阿努看到小次郎哭泣的样子，顿时学会了新技能横鞭，这才让众人因此得救。在12集中，虽然他的实力一般般，但出场率却相当的高，抓皮卡丘有他，华莱大赛上也经常有他的身影，真可谓是劳模啊。8. 酷酷面具。在 BW 23集中，火箭队在一处仓库里进行任务，酷酷面具突然出现，并且好奇的打量着他们的工具。小次郎拿出一罐宝可梦食物喂他吃，并在酷酷面具吃完后问他愿不愿跟随他。然后酷酷面具主动打开精灵球，成为火箭队一员。果然这都是套路啊。之后酷酷面具经常参与火箭队活动，实力还很不错。他戴着的这个面具防御力也比较高。9. 暴露菇。暴露菇是小次郎在 BWN 篇章开始使用的宝可梦，动画中未说明是什么时候收服的，因此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。他在 BW 109集中初次登场，小次郎想用它来抓住皮卡丘，结果自然是失败了。这一提的是，他的性格在动画中并没有怎么体现，仿佛纯粹是为了抓皮卡丘而登场的，而且他也是唯一一只不会跟小次郎亲密接触的草系宝可梦。在 BW 142集中，他和酷酷面具一起被作为任务成果上交给板木。10. 好拉油。这只好拉油出入在 XY 第3集中登场，他偷吃了小次郎的牛角面包，之后小次郎趁他在吃三明治的时候收服了他。这个小操作让武藏和喵喵都惊呆了。之后好拉油对小次郎在 XY 中唯一的宝可梦多次作战，不过也经常被小智一行人吊打。在 XY 第8集中，他单独打败了君莎小姐的雷电怪，这可以说是他的高光时刻了。在与邪恶乌贼王的作战中，好拉油的表现非常出彩。在 XY 54集中，乌贼王想控制小次郎，多亏了好拉油对乌贼王喷墨，这才让小次郎躲过一劫。之后他表达了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乌贼王的心情，这让之前误解他武藏非常惭愧。但不幸的是，小次郎好拉油却还是意外的被乌贼王控制了。小次郎拿出好拉油最喜欢的面包，才让他摆脱了控制。在这集的最后，小次郎打算让他和自己的同伴在这里好好生活，可是好拉油却毅然拒绝了。从和喵喵之口可以知道，在他心里跟着小次郎才是最幸福的。11. 好坏西。在日月12集中，火箭队去海边准备收服宝可梦，但是毫无收获。这时小次郎戴着一个太阳珊瑚的头盔潜水，这个时候就遇到一只好坏西，好坏西有力的出手击碎小次郎头盔，谁知道小次郎中毒样子和好坏西初恋很像，这让好坏西顿时喜欢上了小次郎。之后小次郎就顺理成章的收服了他。和之前大部分收服宝可梦一样，他每次登场也会咬住小次郎，而比以前更可怕的是，这还会让小次郎中毒，因此后来小次郎几乎对毒免疫了。另外他的战斗力也非常的强，刚出场就和迷你 Q 一起打败小智木不肖和皮卡丘，这是火箭队第一次堂堂正正的打赢小智啊。最后一只鲤鱼王。鲤鱼王是小次郎从女王大叔那得来的，由于一直没起啥作用，小次郎就将他一脚踢飞，之后他就进化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小次郎收服过所有宝可梦，不难发现小次郎宝可梦都非常亲近他，这或许就是小次郎独有的魅力吧。
好了，我是傻皮，咱们下期见。